这是唯一一部打破中式传统的反常规恐怖片，它没有露骨的血腥暴力，也没有一惊一乍的贴脸惊吓，但整个电影的画风极其诡异，每一帧无不让人三伏天里冷汗直流。这里不仅有奈何桥、上吊林、七阴井等地狱场景，还可以看到一些超出你认知以外的超自然现象。虽然剧情有些荒诞，但其中却蕴含着非常深度的含义，不禁引人深思。死亡不是终点，真正的终点是被遗忘。友情提示：本片极度挑战你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强烈建议艾特你最卑微的舔狗朋友一同观看。那么屁话不多说，咱们正片开始。女主阿香是一名恐怖小说作家，最近她正在写一部名叫《鬼域》的新书。由于缺乏足够的灵感，一张张草稿被她扔进了垃圾桶。可也正是因此，阿香身边开始陆续出现各种诡异的事情，家里面时常会出现闪过的鬼影。阿香在厨房喝水时，总会看到一缕缕长长的头发，但这头发明显不是自己的。等她洗完澡后走出来，浴室的花洒居然自己打开了。就在阿香上前查看时，玻璃上居然出现了一个鬼影。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客厅里的电话又突然哔哔的响个不停。阿香慌忙的接起电话，可里面传来的竟然是婴儿的哭声。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，阿香第一时间想的居然不是找个法师来驱邪，她反而觉得给自己带来了创作素材和灵感。于是她将所有的怪事全部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，别说效果还真的不同凡响。就在阿香为此感到兴奋时，电话铃声忽然再次响起。为了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捣鬼，这次她打开了免提，然后把耳朵贴到电话上仔细聆听。虽然被突如其来的哭啼声吓了一跳，但新的素材这不就有了吗？于是阿香再次回到座位上，准备把刚刚发生的一幕写进去。可她猛然一低头，却发现垃圾桶里丢弃的草稿居然在抖动，玩得别提有多嗨了。阿香好奇地捡起来查看，上面所写的内容竟然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就在她疑惑不解时，桌上的草稿竟然自己飘了起来。阿香急忙去捡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鬼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身后。阿香似乎有所察觉，她猛地转头查看，可四周却并没有发生异样。就在她惊魂未定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门铃声。原来是阿香的前男友登门拜访，他此番前来是想要跟阿香重新复合，可眼前的渣男早已让阿香伤透了心，一切也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。阿香不想再重蹈覆辙，于是当机立断的就拒绝了他。阿香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一条巷子时，四周突然刮起阵阵阴风，仿佛即将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只见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红色裂缝，可没一会儿却又转瞬即逝。这诡异的一幕瞬间又让阿香醍醐灌顶，她急忙就赶回了家，然后又把刚刚发生的灵异事件写进了小说。她越写越来劲，脑子里的灵感不停地涌现，甚至还加上了一段电梯惊魂的场景。可她总感觉还是缺少了点什么，于是又将电梯的这段给删掉了。可她的这个做法却似乎引起了恶灵的不满，突然间一股强大的力量就给她震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才从昏迷中醒来，然后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刚刚穿过的那道诡异的巷子，或许在那里能够找到更多的灵感。于是她立马就准备下楼再去走一遭。然而在电梯里又发生了诡异的事情，在下到7楼的时候，电梯的门咔嚓一下就自己打开了，可外面根本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阿香反复按着电梯的关门键，可门却怎么都关不上。她战战兢兢地探出脑袋查看，却惊恐地发现外面有只手正按在按键上。阿香壮着胆子继续朝着那个方向看去。婆婆，呢度啦！原来是小女孩在等腿脚不便的外婆，这才一直在外面按着开门键。电梯里女孩一直斜着脑袋盯着阿香，那种压迫感让阿香感觉后背一阵发凉。一切发生的太过诡异，很快电梯到达了1楼，阿香急急脚的赶緊走了出去，生怕这一老一少等下搞不好會發什麼羊癲風。返嚟啊，未到㗎，我哋仲要落多層。此时阿香已经浑身冒起了冷汗，因为这栋楼根本就没有负1楼。接下来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。惊吓间，阿香突然想起，这正是刚才被自己删掉的电梯惊魂的场景。一切发生的太过匪夷所思，阿香吓得转身就跑。可等她来到外面，又发生了怪事。本来繁华的街道，现在居然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只见四处破败不堪，没有一丝生机。阿香不敢置信地走在街上，突然一具尸体从天而降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楼上开始陆续有尸体跳了下来，那场面就跟下冰雹一样，地上躺着密密麻麻的尸体。这番景象俨然就是一副人间地狱。可紧接着，这些尸体又如同丧尸般全部站了起来。话说，这么精彩的剧情，一定离不开好的设备观看。我最近就换了个新手机，旧的直接爱回收上门回收了。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特别方便。你们要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，爱回收就对了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不要脸的女鬼，只见她很不礼貌地用手指指向阿香，剩下的丧尸如同接到指令一般，开始全部将目光转移到阿香身上。阿香意识到大事不妙，立马就撒丫子火速开溜。然而这些丧尸却又变成了鬼魂一样，全都飘在空中，对着阿香紧追不舍。她跑，
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阿香一口气跑到了街道的尽头，然而眼前的一幕再次把他给吓傻。只见前方居然变成了万丈深渊，当镜头拉远才知道，原来这座死气沉沉的区域竟然还是个天空之城。眼看一帮鬼魂就要飘过来，慌乱间阿香躲进了居民楼里。穿过楼道后，眼前却出现了无数个断断续续的楼梯，身后的鬼魂已经追了过来。阿香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下去，结果又进入了一个十分阴森的大楼。这里不仅有行尸走肉般的住户，更有胡乱狂吠的恶犬，最可怕的还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红衣小女孩，到处都是可怕的牛鬼蛇神。阿香拼了命地跑出大楼，结果又来到了一个类似游乐场的地方，这里同样是破败不堪，摩天轮和海盗船上没有欢笑，有的只是无尽的荒凉和诡异。阿香忽然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位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老头，他上前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老头却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团废纸。原来这里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，所有被人类创造又遗弃的东西都会来到这个名为鬼域的空间，在消散与再造的循环里往复，包括阿香曾经创造的小说人物和情节。就在这时，老头感觉到了身后的异样，只见这里的建筑开始逐渐消散，老头让阿香赶紧逃走，不然就会和这些建筑一样一起灰飞烟灭。可阿香还没来得及迈开双腿，一转头竟然又出现在了一个恐怖的森林里，这里暗无天日，周围一片死寂，只见大树上挂满了无数个上吊爱好者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随着阿香的闯入，吊死鬼们竟然全都纷纷复活了，并且从四面八方朝着阿香围了过来。俗话说有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，看来这些吊死鬼并不欢迎阿香的到来，其中一位还非要拉着阿香说土味情话，可说就说呗，他还非得吓人家一下。就在阿香即将要成为他们的盘中餐时，旁边忽然传来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那些鬼魂似乎很害怕即将出现的东西，从吊死鬼瞬间秒变成了胆小鬼，呲溜一下就纷纷逃走了。那个红衣小女孩再次出现在了这里，她向阿香招手，似乎并没有恶意。随后阿香便坐上了女孩的金戈铁马，驰骋在森林中，别提有多刺激了。女孩把阿香带到了另一个诡异的空间，两人坐在废弃的火车上，这里遍布着无数被丢弃的玩具。阿香询问起女孩的身份，女孩也终于缓缓地摘下面具。我係邊個？我自己都唔知喎。我哋無名無姓。呢個究竟係咩地方嚟㗎？點解咁多爛咗嘅嘢嘅？呢個係一個被遺棄同遺忘嘅地方咯。被遺棄嘅地方？係啊，即係你唔要嘅嘢都會留喺呢度，就算你諗過冇去做嘅事，都會儲存喺呢度㗎。看来这个小女孩也是被丢弃才来到的这里，而且她还看出阿香并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阿香询问她是否知道逃出去的方法，女孩却说自己只知道一个叫中介站的地方，据说那里可以通往人间，可她却不知道具体位置。就在这时，这里存在的物体又开始逐渐消散，两人赶紧撒丫子跑路，仿佛在跟死神争分夺秒。周围狂风肆虐，似乎下一秒这个世界就要天塌地陷，但好在有惊无险。在女孩的带领下，两人成功躲进隧道。随后女孩带着阿香来到了一个图书馆，先前遇到的那个老头也在这里。得知两人的来意后，老头从书架中拿出了一本古书，上面记载的正是前往中介站的路线和攻略。野花取之，冥前路可行，月缺赤地，天地脱色，綠草無根，近也。到中介之站，即離別之時。之后，老头将一沓冥纸交给阿香，说是在路上会用得到，然后就催促二人赶紧上路。很快，他们就来到了第一站。只见数不尽的鬼魂在这座石桥上来来往往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。女孩嘱咐阿香，在过桥的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，否则被鬼魂闻到气息就是死路一条。随后，两人就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奈何桥。起初一切倒也顺利，这些鬼魂对两人毫无察觉。可慢慢的，桥却越来越窄，两人不敢惊动鬼魂，只能踩着旁边的石墩经过。结果阿香不小心滑了一脚。阿香急忙捂住嘴巴，可显然已经为时已晚。所有的亡灵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。只见桥上密密麻麻的死尸，顿时如同看见食物一般，缓缓朝他围了过来。危急时刻，女孩让阿香赶紧跳入旁边的枯井。阿香纵身一跃，这里更像是无尽的隧道，她不停地下坠。突然，眼前出现一片红色的场景，只见这里随处可见未成型的婴儿，想必这里定然就是传说中的弃婴井了。在现实世界里，所有被抛弃后的婴儿都会来到这里，直到魂魄生长成型之后才会离开。无数的婴儿发出凄惨的哭声，这让阿香感到一阵毛
毛骨悚然。就在他不知该如何逃离此地之时，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洞口，最终带着阿香成功逃出了弃婴井。画面一转，两人已经来到了一个布满野花的山坡上。根据之前古书上的提示，他们需要在这里采摘一些野花，于是两人赶紧抓紧时间行动了起来。直到装满口袋，两人才躺下来休息一会儿。一番沟通后，阿香才得知，原来女孩也是被父母抛弃才来到的这里，最开始也是在弃婴井里长大的。阿香听后心里不由得感到心疼，但一时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。在知道女孩没有名字后，阿香便把自己的笔名送给了她。女孩脸上也洋溢出幸福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天空骤变，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赶路。历经波折，两人又来到了下一关，这里便是传说中的荒冢岭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那些没有人祭拜的荒坟聚集而成的山坡。天上的半个月亮也对应了古书中的月缺，注定这又是一次九死一生的冒险。此时，山坡上每一个坟头前都坐着一个无人祭拜的亡魂，两人准备小心翼翼地穿过去，可这亡魂也跟着蠢蠢欲动。阿香意识到危险来临，但他又似乎想到了什么。頭先你話已經好耐冇人嚟拜祭佢哋啦，係咪？係啊。阿香又忽然回想起古書上的記載，然後他就急忙從口袋裡拿出了先前採摘的野花，試着用野花來安撫這些被遺忘的亡靈。的確，這些亡靈或許並無他求，他們只需要一朵小花，只需要有人還記得他們。收到野花的亡靈果然得到了安撫，兩人就這樣慢慢地穿過山坡。可沒多久，口袋裡的野花就已經所剩無幾。然而還沒收到花的亡靈還數不勝數，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的全都站了起來，甚至地下也開始鑽出無數隻手，爭先恐後地朝着阿香索要小花。沒一會兒，兩人就被無數隻亡靈圍了起來。危急時刻，阿香又想起了什麼，先前老頭交給他的冥紙想必現在能夠派上用場，於是他立馬將口袋裡的冥紙撒向天空。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，這些亡魂紛紛開始爭搶，哪裡還顧得上阿香兩人？最終他們也趁機逃了出來。接着兩人來到了書中提到的赤色之地，而小女孩卻在此時越來越虛弱，這也恰巧說明他們離中介站已經很近了。果然沒多久的路程，兩人就來到了天地脫色綠草無根的地方，而天空中懸浮的天空之城，不正是他一開始進來的地方嗎？搞了半天中介站就在最初的地方。此時阿香才注意到，小女孩已經奄奄一息地倒在了地上，看來離陽間越近她就越虛弱。然而就在這時，無數的喪屍從天空之城上跳了下來，而一開始那個不要臉的長髮女鬼也再次出現，她領着孤魂野鬼一窩蜂地衝了過來。原來她曾是阿香小說中的女主，被刪除後也來到了這裡。她被拋棄後心懷怨恨，為報此仇，她勢必要將阿香永遠留在鬼域。就在她撲向阿香的那一刻，時空突然發生靜止，這些喪屍鬼魂也都變成了類似切片一樣的東西。女孩說這是因為她的小說只寫到了這裡。阿香一臉蒙圈，可小女孩卻忽然叫了她一聲媽媽。你叫我咩話？8年前，我都有咗你 BB。原來阿香8年前也曾懷了男友的孩子，但後來阿香卻被男友無情的拋棄，無奈之下她只能將孩子給打掉，而小女孩也因此被遺棄到了這片鬼域，直到被那個老頭收留才慢慢長大。女孩在老爺爺口中聽說了媽媽的事情後，強大的戀母之心加上陰差陽錯的巧合，阿香最終被召喚到了這片鬼域。母女相認，泣不成聲，有時候一個衝動之舉或許會給另外一個人造成莫大的傷害。而直到此時，阿香也才意識到那個老頭正是她早逝的爺爺。就在這時，天空忽然炸裂，耀眼的白光瞬間消散了所有喪屍，包括她的爺爺和女兒。阿香不忍和女兒就此分離，可最終還是被帶回了現實世界。發生的一切都像是一場夢境，可這又顯得格外真實。就在這時，他聽見外面有動靜傳來，他晃晃悠悠地來到客廳，豈料竟然看到了另外一個自己，而對方正在刪除鬼域，重寫了一版關於輪迴的小說。兩人互相對視，阿香瞬間明白，原來她也只不過是另一個自己創造出來而又被拋棄的女主角。這時電話鈴聲突然響起，裡面依舊傳出一陣嬰兒的哭啼聲，看來他們倆也都只是某個阿香筆下的主人公而已。